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现已上线机型数据库功能，每台新机的详细测评视频，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在这里先快速查看机器的续航、发热、性能、帧率等等核心参数，并且还能看到这台机器单项数据的排名情况。小白在买到机器后，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更新他们的实测数据，以方便大家查询参考。小白测评数据库，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赶紧扫码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我是小白。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咱们这个是连续更了第3周了啊，还没有食言。只要是后边呢这个热门的机器比较少，这个测评视频出的比较少，这个白问就可以按期给大家更新。当你看到这第17期白问的时候，我们是刚刚更新了一期测评视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期啊，就是千元争霸的第3季。我们选择了目前3台最热门的千元机型，也就是入门机，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目前的千元全屏，还有就是千元机的现状，并且那期视频的微博抽奖可是坚果 Pro 的手机一台哦，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好了，干货多屁话少，看看这一期小伙伴们都有什么问题吧。白问马上开始。OK， 第一个问题是来自白问微信公众号小伙伴钟小新，巨龙，现在手上的华为 P8 依然流畅。好，我信。但相机实在是渣，这个想等 P11， 网上流传后置3摄是个什么鬼？你说我是等 P11 还是等 Mate 11呢？好的 ，Mate 11那需要到明年年底啊，时间太久了。咱们就说一下这个 P11， 这个 P10 的下一代呢，应该叫做 P20， 并不是 P11。这个3摄啊，其实一出来的时候，我也是思考了半天，但是我能想到了，如果它要是真实啊，不是炒作，也不是噱头的话，后备3颗摄像头，它应该是这种解决方案。目前双摄最主流的呢，就有2种解决方案，一个是以 iPhone 为代表的长广方案，长焦加广角；另一个就是以华为为代表的黑白阵营。长广方案呢就不用说了，易于调教，而且有长焦镜头可以拍摄2倍的光学变焦无损的照片。而黑白双摄呢，最大的提升就是照片纯净度了，尤其是在夜间的纯净度。目前在夜景方面呢，华为的 Mate 10 Pro 呢表现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3摄的话呢，我目前想到的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是在技术上我不太清楚啊，那就是一个做主摄，一个做主摄，2个做副摄，然后把长广和黑白结合到一起。又可以实现长广的优势，也可以实现黑白的优势，这是我能想到的。但是这个软件算法上，还有就是硬件上，需要下非常大的功夫。不过这样是3摄的话呢，也并不是没有可能。OK， 来看下一个小伙伴，依旧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问的 Mr. White， 白先生啊，小白，本人学生一枚，预算有限，请白哥帮我挑选一下是8P 还是 X？预算有限是8P 还是 X 是吧？都是64G 的，注重性能拍照，不在乎外观。求小白推荐，跪求上电视，不要在乎重名，铁粉一枚。如果要是预算有限，8还是 X 的话，我推荐你买红米5，买7台，1天换一个，每天都可以用新手机，对不对？OK， 开玩笑如果要是这2台选的话，那肯定就是 iPhone 10了。在这个各方面体验方面呢，确实很有未来感。OK， 来看下一个小伙伴是来自 B 站的小逗逼姓曹。这个小白现在三星 S8 和 FE 都是4+64，S8 的美版只要3000多，FE 二手也要3000多。我看中 S8 的全屏和性能，也看中 FE 的外观和 S Pen。你觉得我应该选哪个呢 ？Note 8太丑了，不想买。Note 8很丑吗？我一直觉得今年安卓机非常漂亮的就是这个 Note 8了，非常硬朗，非常有这种阳刚的气息。我确实挺喜欢 Note 8的。如果要是 FE 的话呢，也就是去年的那台碰机啊。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因为首先这个 FE 的渠道上啊，就是不太好保证，就是你不一定能买到什么样的手机，水还是比较深的。我个人还是推荐 S8 吧，但是 Note 8我觉得今年非常不错，是可以购买的啊。OK， 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清明汽水味儿。小白你好，我现在用的是苹果 6SP， 想换三星 Note 8请问一下2者手机的尺寸相差大吗？希望你可以用7P 或者8P 对比一下。这2台手机的话呢，其实在体积上啊，差别是差不多的。我这台是7P 啊，但是这个8P 和 6SP 它们都是一样的尺寸。Note 8比它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个 Note 8呢机身稍微窄一些，因为它是曲面的屏幕嘛，然后正面看呢有一点点无边框的感觉所以说整个的掌控感呢还是不错的，但是上下是比较长的，给你来对比一下啊。这么大，然后大概是这样，长度上稍微长一点，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水平，其实是差不太多了。我个人更喜欢一些 Note 8手感，因为机身一旦变窄的话，这个第一的握持感上就会改善很多。OK， 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什么8426，
那个小白你好，一直在看你的节目，首先祝你的节目越来越好，感谢。现在用的是魅蓝 Note 3，过完年就满2年了，打算换个新的。现在考虑的是坚果 Pro 2，还是等4、5月份的小米7呢？或者有更好的选择？本人非爵士，拒绝华为，求推荐。你说换哪个我就换哪个啊！如果我真有这么大决定权的话呢，我建议你还是现在换掉坚果 Pro 2，因为过新年了嘛，这个拿一个新手机还是不错的啊。如果要是等小米7的话呢，确实能首发845，但是时间上就不太能保证了。首先它发布之后，你能买到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虽然说现在小米这个期货的现象改善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现在坚果 Pro 2呢也是一台完成度比较高的手机，因为魅蓝 Note 3确实有点老了啊。现在购买的话呢，我觉得年前入一台坚果 Pro 2还是不错的。OK， 下一个依旧是 B 站的小伙伴小王 MG， 小白考研结束了，想给自己买一台新的手机。iPhone 8和 S8价格相差不大，个人更喜欢 S8 的全屏设计，毕竟是未来趋势所在。但是 S8 毕竟已经发布大半年了，那个 S9 也快要发布了，不知道该怎么选，小白更推荐哪一个呢？如果要是你要现在必须入手的话啊，那 S8 的性价比呢确实比较低，但是 S8 现在的价格呢相对来说也是比它这个便宜一些的。最重要的呢就是 S9 马上就要亮相了，而且亮相之后呢，三星的这个备货大家也都知道还是非常多的，也是比较容易买到的。所以说我建议可以稍微等一等，不知道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啊？个人还是推荐你等一下 S9。如果现在一定要买的话，那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 iPhone 8。OK， 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绿子泥，这个 Hello， 圣诞快乐，马上就是元旦新年了，想给妈妈买一个1000万元以内的手机，看了很多测评，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求推荐一下，感谢。这个问题呢，那你就去看一下我们目前的千元争霸就可以了。1000万元呢，基本上是这些手机的上限，红米5 Plus， 还有30 N6， 还有就是荣耀的7X也都是有全屏的加持，在千元机中呢，他们3个是热度非常高的，并且他们3个是不同的处理器，也是这期千元争霸非常有看点的一个地方。去看那期视频就可以了。剧透一下啊，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5P 或者是7X。OK， 下一个依旧是来自咱们微博的小伙伴，但是你这名字没有给截上啊，这个头像是一个哆啦 A 梦在睡觉。小白你好，刚出来实习领了第1个月的工资，想给老爸换台手机啊，这个是我发微博的那个小伙伴啊，1000元左右，3+32就可以了。想买魅蓝 Note 6，不知道信号和红米5P 怎么样？其实现在信号问题都不是太大了，还有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闹的那一些什么 WiFi 门啊，今年你看技术成熟了之后都没有相关的问题再爆出了。1000元左右的话呢，如果要是买5P 的话，这个价格上稍微有一点紧。魅蓝 Note 6呢，我们也做过相关视频，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台机器，但是相对于红米5P 来说呢，我可能更推荐一些5P，因为毕竟有全元屏吧。全元屏这个事儿，尤其是千元全元屏，咱们在这儿先姑且把这个18:9的屏幕叫做全元屏啊。在这个比较便宜的机型上，很多人都觉得是噱头啊，或者说是一个炒作概念啊。但是呢，你也不可否认，就是我用完了全元屏之后啊，我确实在用16:9的这个屏幕，看着就感觉缺了点什么，或者说感觉这屏幕被拍扁了那种感觉，多少有点回不去了。所以说我还是推荐这个5P 吧。OK， 这期百问的问题环节呢就已经聊得差不多了。这个前几天呢发了个微博啊，应该是小米的一个粉丝，小伙伴给我发记住小米天下第一，然后我发了一条微博之后，私信里边就来了各种品牌的粉丝啊，这个记住小白你记住锤子是天下第一，小白你记住三星是天下第一，所以大家说谁是天下第一，看一下弹幕就知道了。OK， 第17期的白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是坚持第3周连续更新了，下面的一个月呢，估计也应该会连续更新，因为新机比较少了，我们会策划一些别的相关视频。对了，这期视频呢，咱们还是送礼物啊，而且马上要元旦了，元旦的时候，咱们白问的微信公众号也会举行抽奖的活动，各种各样奖品还有红包什么的。微信公众号白问，不光你有问题可以直接留在后台，然后下期让你上电视，而且每天6点我们会更新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啊，包括手机方面啊、电脑方面啊，给你介绍各种各样的免费资源什么的。OK， 老规矩，这期的活动在微信公众号白问后台回复干货多屁话少这6个字，我们将会抽取一位小伙伴送出小米的 Viha 螺丝刀一套，就是你可以自己动手啊，拆手机啊什么的，是吧？但是别给拆坏了就行了。干货多屁话少白问，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拜拜。